在这个喧嚣浮躁的娱乐圈里，竟然真的存在着一种慢火炖煮的成功哲学，而檀健次便是这哲学下最动人的注脚。他用10年的沉寂换来的那一刻绽放，足以让所有急功近利者感到羞愧。当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3年年末，仿佛整个华语影视圈的风向都因为一个名字而发生了微妙的偏转。檀健次这个曾经在某些角落里略显模糊的面孔，突然间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无法忽视的存在。这一切的转折自然离不开那部现象级的古装剧《长相思》，他在剧中饰演的相柳一角，不仅仅是一个角色，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寄托，那种隐忍、深情却又注定悲剧的命运，通过他细腻入微的眼神戏，直击了观众内心最柔软的角落。每当我重温他在剧中的片段，尤其是那些无法言说的告别时刻，总会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与美感所交织的情绪所笼罩，让人不禁感叹，原来真正的演技是可以跨越屏幕，让陌生人产生共鸣的灵魂触碰。然而，若是将目光仅仅停留在2023年的爆火，那未免太过片面，甚至可以说是对他多年苦旅的一种误解。早在2010年，当大多数同龄人还在校园中懵懂探索时，檀健次就已经以歌手的身份站在了荧屏之上，只是那时的聚光灯并未真正为他停留，热度如同指尖流沙，抓不住也留不下。回首那段岁月，我不禁想到，在这个崇尚出名要趁早的时代，能够忍受长达10余年的默默无闻，需要何等强大的内心力量。这不仅仅是对梦想的坚持，更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笃定。随着古装剧的火爆，他的知名度可谓水涨船高，许多新粉丝被他那无可挑剔的颜值所吸引，纷纷感慨单凭那张脸就足以让人目不转睛，颜值简直无敌。但在我看来，颜值只是他身上最不值一提的优点，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那张面孔背后所承载的岁月沉淀。关于他的感情生活，外界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，众说纷纭的猜测从未停歇。最初，他曾坦诚自己偏爱清纯可爱的类型，随后又改口称喜欢小鸟依人且带点性感的女孩，再到后来表示青睐热情开朗大方的女性。看着这一系列看似矛盾的感情喜好变化，很多女生纷纷感慨，这男人的心思实在难以捉摸。但在我看来，这种变化恰恰折射出他作为一个真实个体的成长轨迹。人的喜好本就随着阅历而流动，何必非要将其定格在某一个框架内？这种变化也透露出檀健次其实是个很佛系的人，若不是这样，他的感情生活怎么会引来这么多小道消息，却又能安然处之？对于这些传闻，他始终未曾做出公开回应，似乎也不太在意，给人一种随缘的感觉。这种随缘的态度，可能也与他早年遭遇的种种曲折经历有关，毕竟在经历过行业的冷暖后，外界的噪音便再也难以扰乱内心的秩序。从最初演一些不被关注的小角色，到如今的炙手可热，檀健次的成长过程可以说是稳扎稳打，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实的脚印。他从小便开始刻苦练习舞蹈，并且获得了诸多舞蹈奖项，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可。16岁时，他便获得了上海16岁组拉丁舞冠军和摩登舞第4名的好成绩，随后的比赛经历更是为他积累了不少人气。每当我想象一个16岁的少年在舞池中挥洒汗水的模样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，那是青春最热烈的燃烧，也是日后他在镜头前拥有绝佳肢体控制力的源泉。舞蹈不仅赋予了他优雅的气质，更教会了他何谓坚持，何谓在痛苦中寻找美感。这种艺术通感在他的表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，让人不得不承认，艺术的道路往往是相通的，曾经的舞步都化作了如今角色的步伐。此外，他也曾是男子组合 Mike 的一员，注原文提及 UNIQ 实为 Mike， 此处修正以确保准确性，但由于一系列原因，组合最终解散。组合解散后，他毅然转型投身演艺圈。早期的经历并不顺利，他曾多次面临剧组的冷遇、拒绝与谩骂，甚至不得不奔波于多个剧组。这些磨练成为了他不断向前的动力。想到他曾经作为一个过气偶像去试镜，却被质疑只会唱跳不会演戏的场景，心中便感到一阵酸楚。这是多少转型艺人的必经之路，也是行业偏见最赤裸的体现。但随着时光的推移，他终于逐渐崭露头角，站稳了脚跟，用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堵住了质疑者的嘴。这种逆袭的故事虽然老套，却永远让人热血沸腾，因为它证明了实力终将战胜偏见，时间会给努力的人最好的答案。然而，随着名气的上升，关于他的争议和非议也逐渐增多。某些小道消息让人困惑不已，尤其是关于隐婚的传闻。面对这些纷至沓来的信息，他的团队进行了澄清。
2023年11月，曾传出一则令人惊讶的小道消息，称媒体拍到了他和经纪人朱女士之间的亲密举动。消息一经传开，双方并未做出回应。幸运的是，随着时间流逝，这些事件逐渐淡化。而凭借自己的实力走到今天的谭健次，又怎会畏惧这些无稽之谈？在我看来，这种沉默并非软弱，而是一种高级的智慧。在真相未明之前，过多的解释往往只会越描越黑，不如用作品说话，让谣言在实力面前不攻自破。同样，在2023年9月，关于他与毛晓彤的关系也传出了各种揣测，甚至有人猜测他们可能在谈恋爱。敏锐的路人发现，两人常常穿着相似的衣服，在综艺节目中的合作也相当默契。对此，双方团队进行了辟谣。尽管如此，观众们还是对他们之间的 CP 感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，也因此产生了对他们在一起的美好幻想。虽然谭健次的感情生活仍显扑朔迷离，但在事业方面，他的脚步可谓是稳扎稳打，毫不含糊。这种对私生活的保护，恰恰是对观众负责的表现。他将神秘感留给了自己，将完美的角色留给了观众。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，我们太容易窥探他人的隐私，却忘记了关注作品本身。谭健次的存在仿佛在提醒我们，演员的魅力应该源于角色，而非八卦。纵观他的职业生涯，从舞台到银幕，从无人问津到万众瞩目，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奋斗史，更是中国娱乐行业从流量至上向质量为王转型的一个缩影。我时常在想，什么是真正的宝藏男演员？是拥有顶级的流量，还是拥有无数的奖项？谭健次给出了不同的答案。宝藏意味着需要挖掘，意味着他不张扬，不炫耀，静静的等待懂他的人来发现。他在《长相思》中的表现，不仅仅是一次演技的爆发，更是多年积淀的厚积薄发。那种破碎感，那种深情而不自知的眼神，不是靠技巧堆砌出来的，而是靠生活阅历滋养出来的。每一个看过他表演的人，都能感受到那份真诚。在这个充满人设和包装的娱乐圈，真诚显得尤为珍贵。他的成功告诉我们，无论身处何种低谷，只要不放弃打磨自己，终会有云开雾散的一天。此外，谭健次身上还有一种难得的特质，那就是对角色的敬畏心。他不满足于重复自己，每一次出场都力求带来新的惊喜。无论是古装剧中的深情将军，还是现代剧中的复杂人物，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。这种可塑性是演员最宝贵的财富。相比之下，那些固步自封、只会消耗观众热情的艺人，显得多么苍白无力。看着谭健次一步步走到今天，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敬意。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，更是对所有在黑暗中默默坚持者的致敬。他的故事像一盏灯，照亮了那些正在追梦路上徘徊的人，告诉他们，耐心和努力永远不会被辜负。关于未来的路，谭健次依然保持着那份清醒与谦逊。他没有因为一时的爆火而迷失方向，也没有因为外界的追捧而膨胀。这种定力在名利场中实属罕见。或许正是这种佛系的心态，让他能够走得更远。感情生活的谜团终会解开，或者永远成为谜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艺术道路上的探索。对于观众而言，能够看到这样一位有实力、有态度、有作品的演员，本身就是一种幸运。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带来更多震撼人心的作品，继续用他的演技征服观众，用他的故事温暖人心。毕竟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愿意慢下来打磨作品的人，才是真正值得被铭记的艺术家。谭健次这个名字，注定会成为华语影视史上一个独特的符号，代表着坚持，代表着实力，代表着那些在沉默中爆发的力量。